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当我把那张鲜红的结婚请柬放到大伯陈卫强手里时，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上来的不是惊喜，而是6年光阴沉淀下来的浓得化不开的悔恨。6年，2000多个日夜，我从一个刚毕业，因为没被邀请参加堂哥婚礼而满心愤懑的毛头小子，长成了今天这个能平静地站在这里，决定是否要重新接纳一份亲情的男人。这6年里，我们家和他们家就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，彼此能看见对岸的灯火，却谁也没有想过要先搭一座桥。那条河叫心结。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6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6年前，我叫陈阳，刚刚大学毕业，揣着一份实习合同，对未来充满了一种廉价而热烈的憧憬。也就是在那个夏天，我堂哥陈磊要结婚了。消息不是大伯亲口告诉我们的，而是从邻居张阿姨嘴里听来的。那天下午，我妈刘淑芬正在楼下跟几个老邻居摘菜聊天，张阿姨提着一篮子刚买的菜，大老远就嚷嚷开了：“淑芬，你大哥家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陈磊要结婚了，听说女方家条件特别好，陪嫁1辆车呢。你这当叔叔婶婶的，得准备个大红包喽！”我妈脸上的笑容像被风吹过的蜡烛，晃了一下就僵住了。她呵呵地干笑了2声，手里的豆角掐断了，汁水溅在手背上，她都浑然不觉。是吗？是好事，是好事。那天晚上，我家的气氛很奇怪。饭桌上，妈妈做的红烧肉是我爸陈卫国最爱吃的菜，但那天他一口没动，只是埋头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。妈妈几次想开口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能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阳阳，多吃点。”刚上班累，我知道他们在为什么是烦心。我爸陈卫国和我大伯陈卫强是亲兄弟，我们2家住得不远，就隔着2条街。小时候，我和堂哥陈磊几乎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那时候2家关系好的没话说，谁家做了好吃的，都会让孩子给另一家送一碗过去。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钳工，技术好，但嘴笨，一辈子在工厂里勤勤恳恳。大伯不一样，他脑子活络，早早下了海，开了个小5金店。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好，换了车，也买了新房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大伯一家人来我们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大妈王丽华的口气也渐渐变了，话里话外总透着一股子优越感，说我们家房子太旧，说我爸工作没前途，说我读的大学不是什么名牌。我爸从不跟他计较，只是笑笑，或者干脆沉默。可我知道他心里是不舒服的。兄弟之间最怕的就是这种比较。晚饭后，我爸一个人去了阳台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夏夜的风带着一股燥热，吹得他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。我妈在厨房里洗碗，水声开得很大，但我还是能听见她压抑着的细微的抽泣声。我心里堵得难受，一股年轻人的火气直往上冲。我走到阳台，站在我爸身边：“爸，大伯他们也太过分了，哥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不跟我们说一声，这算什么亲戚？”我爸没回头，只是把烟头在栏杆上摁灭，烟灰簌簌地落进楼下的黑暗里。他声音很沉，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：“可能是忙忘了吧？”忘？我几乎要跳起来，这能忘吗？这分明是瞧不起我们家，觉得我们家穷，怕我们去了给他丢人。
怕我们包的红包拿不出手。这些话像刀子一样，我知道我说的太直白，刺痛了我爸的自尊。他猛地转过身，昏暗的光线里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却能感受到他眼神里的疲惫和悲凉。杨洋，别说了，他是你大伯，是你爸的亲哥，亲哥就这么对我们，我不服气。大人之间的事，你不懂。他摆了摆手，转身回了屋，留给我一个佝偻的背影。那一晚，我失眠了。我反复想着我爸那句大人之间的事，你不懂。我到底不懂什么？是不懂人情冷暖，还是不懂成年人世界里那些被物质和面子扭曲了的亲情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，谁也不再提堂哥结婚的事，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们像三个默契的演员，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个脆弱的、名为我们不在乎的假象。直到堂哥婚礼的前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看到我妈眼睛红红的，正在翻箱倒柜。妈，你找什么呢？她没理我，从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摸出一个用手帕包的整整齐齐的红包，红包的红纸已经有些褪色了。这是你爸早就准备好的。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。你堂哥一确定婚期，你爸就去银行取了钱，包了2000块。他说他是当书的，不能让孩子小瞧了。可现在这红包送不出去了。我看着那个孤零零的红包，心里最后一点对大伯的幻想也破灭了。不是忙忘了，是故意的，是彻彻底底的、不加掩饰的无视和羞辱。堂哥结婚那天，天气很好，蓝天白云。据说大伯在市里最高档的酒店摆了30多桌，场面风光的不得了。我们家却连一声鞭炮的响声都听不见。那天中午，妈妈做了一桌子菜，比过年还丰盛。她笑着说：“今天咱们也好好吃一顿，庆祝杨洋工作顺利。”可谁都吃不出味道。我爸破天荒地在午饭时开了瓶白酒，一个人一杯接一杯地喝。他没醉，眼睛却越来越红。吃到一半，他放下筷子，走进房间，把门关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房间里隐隐约约传来了他那台老旧收音机的声音，沙沙的电流声里是一个女歌手在唱着一首悲伤的老歌。我知道我爸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伤心。那台收音机是他年轻时自己攒的，坏了好几次，他都舍不得扔，修修补补用到了现在。就像他和哥哥的感情，他总想修补，可对方却亲手砸碎了它。那一刻，我暗暗在心里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我们家也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喜事，要让我爸妈在所有亲戚面前抬起头来。我没想过要报复谁，我只是咽不下那口气。那口气在我心里憋了整整6年。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，也是最残酷的雕刻刀。6年的光阴足以改变很多事。大伯的五金店生意在电商的冲击下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听说他后来学人炒股，把前些年赚的钱赔进去不少，连带着当年给堂哥买的那辆陪嫁车都卖了。大妈王丽华脸上的优越感渐渐被生活的愁苦所取代，鬓角也添了白发。堂哥陈磊和嫂子因为生活琐事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日子过得并不舒心。这些消息都是我妈从老邻居那里零零散碎听来的。每次听完，她都只是叹口气，说一句：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”而我们家却在这6年里慢慢的好起来了。我从一个实习生一步步做到了部门主管，工资翻了几番，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足以让父母过上安稳的日子。
我用自己的积蓄加上一些贷款，在离单位不远的新小区买了一套3居室，把爸妈接了过来。搬家的那天，我爸站在宽敞明亮的阳台上，看着窗外的小区花园，许久没有说话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我发现他佝偻了6年的背似乎挺直了一些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我遇到了徐静。徐静是我的同事，一个温柔、善良又明事理的姑娘。我们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当她答应我的求婚时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把徐静带回家见父母，我妈拉着徐静的手，从头到脚看个不停，眼睛里全是笑意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好，好。我爸话不多，但他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拿手好菜，席间还不停地给徐静夹菜。我知道他们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是12分的满意，婚事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。那天晚饭后，我们一家3口和徐静坐在一起，商量着婚礼的细节。徐静拿着个小本子，一条条地记着：叔叔阿姨，你们这边的亲戚，我们列个名单吧，好提前准备请柬。徐静笑着说。我妈脸上的笑容微微一顿，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空气在那一瞬间变得有些凝滞。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那个尘封了6年的名字，像一根细小的鱼刺，不提的时候感觉不到，一提就哽在了喉咙里。还是我妈先开了口，她语气有些不自然：亲戚也没多少，你爷爷奶奶那边的就你2姑一家，我这边的就你2个舅舅。她刻意的漏掉了我大伯一家。徐静冰雪聪明，她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，但她没有追问，只是点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下2姑一家，2个舅舅家。等徐静去洗水果的时候，我妈才凑到我身边，压低了声音说：杨洋，你大伯那边，你看。我还没说话，一直沉默的我爸突然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：不请，2个字，斩钉截铁。我妈愣住了，看着我爸。这6年来，我爸从未在我面前如此明确地表达过他对这件事的态度。他总是选择沉默，选择回避。今天他却说得如此干脆。魏国，我妈想劝，当年他儿子结婚，当咱们家是死的，现在我们杨洋结婚，凭什么要请他？我爸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倔强，那是被压抑了6年的委屈和骨气。我们不欠他的。我妈叹了口气，不再说话了。其实我的内心也是矛盾的，一方面，我忘不了6年前那个夏天，我爸在阳台上孤独的背影，我妈在厨房里压抑的哭声，那份羞辱像是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理智告诉我，我爸说的对，我们不欠他们的。可另一方面，血缘这东西真的很奇妙，他毕竟是我爸的亲哥哥，是我的大伯。如果我真的不邀请他，我们2家的关系可能就真的彻底断了，这道裂痕将永远无法弥补。我把我的矛盾告诉了徐静，他听完后没有立刻给我建议，而是给我讲了他家的事。他说他爸和他叔叔也曾因为分家产的事闹得不可开交，好几年不来往。后来他奶奶生了重病，2兄弟在病床前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，什么恩怨都放下了。陈阳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叔叔阿姨心里更有委屈，但是婚礼是一件喜事，我们是想收获祝福，而不是为了了结恩怨。请不请，决定权在你，但我想让你想清楚，你做这个决定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争一口气，还是为了让你和你爸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心里能更舒坦？徐静的话像一盏灯，
照亮了我心里混乱的角落。是为了争一口气，还是为了更舒坦？如果我不请，那口憋了6年的气的确是出了。但是看着我爸和我妈在亲戚们面前被问起你大哥怎么没来时，他们真的会舒坦吗？看着我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自己唯一的亲哥哥从此形同陌路，他心里真的会舒坦吗？我开始动摇了。而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风声已经传到了大伯的耳朵里。不知道是谁把我即将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他们。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。喂，是杨洋吗？电话那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大伯，是我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激动，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。杨洋啊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恭喜恭喜啊，真是大喜事。第3章，迟来的是好。电话里，大伯陈卫强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的热情，热情的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。是，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6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。杨洋啊，你看你要结婚了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跟大伯说一声？我们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他呵呵地笑着，那笑声听起来干巴巴的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等着喝喜酒。6年前我们也是这么等的。结果呢？我没有接他的话，电话两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电流的滋滋声。那个杨洋啊，大伯似乎有些急了，语气变得更加谦卑。你爸他好吧？他手机我打不通，换号了。我爸早就把他拉黑了，挺好的。我言简意赅。哦，好就行。他又是一阵干笑。杨啊，你看什么时候有空，大伯请你和那个女朋友一起吃个饭。你大妈天天念叨你呢。我几乎能想象出电话那头他搓着手，一脸局促的模样。我甚至能猜到，我大妈王丽华肯定就坐在他旁边，支着耳朵听，说不定还在给他递眼色。最近比较忙，准备婚礼的事，我找了个借口。对，是该忙。他连忙附和。那请柬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？大伯去拿。他终于图穷匕现了。原来这通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一张薄薄的红纸。我心里那股被压抑了6年的火气，腾的一下又冒了上来。我真想冲着电话吼一句：6年前你怎么没想到我们？现在想起我们是亲戚了。但话到嘴边，我想起了徐静的话，想起了我爸那张故作坚强的脸。我把那股火气硬生生地压了下去。到时候再说吧。我用一种不冷不热的语气结束了这通尴尬的电话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心情复杂。大伯的这通电话像一块石头，在我原本就不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了更大的怜念。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妈知道了。第2天，大妈王丽华竟然提着一兜子水果找到了我们家。开门的是我妈。看到门外站着的大妈，我妈脸上的表情很精彩，惊讶、错愕，还有一丝不知所措。弟妹啊，我来看看你们。大妈脸上堆着笑，那笑容怎么看怎么不自然。她一边说，一边就要往屋里挤。嫂子，你这是……我妈下意识地想拦，但没拦住。我闻声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正好看到大妈把水果放在茶几上，自来熟地打量着我们的新家。哎呦，这房子真敞亮，比我们那老破屋强多了。还是杨洋有出息啊，不像我们家陈磊，没多大本事。他这番话听着是自谦，可我怎么听都觉得刺耳。我爸从书房里走出来，看到大妈，脸色瞬间就沉了下去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
像一尊沉默的雕像。家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，大妈似乎也感觉到了尴尬，她搓了搓手，把目标转向了我妈。弟妹，我今天来呢，是来给你赔不是的。我妈愣住了，我知道6年前陈磊结婚那事，是我们老两口做的不对。大妈说着，眼圈竟然红了。那时候我们也是，也是鬼迷心窍，有点虚荣，觉得亲家那边都是有头有脸的，怕你们去了。我这嘴笨，反正就是我们不对，我们混蛋。这几年，你大哥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天天跟我念叨，说对不起你们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偷偷地瞟我爸的脸色。我爸依旧面无表情，不为所动。我妈心软，看他这样，表情有些松动了。嫂子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得提，必须提。大妈立刻接上话，好像就等着我妈这句话，错了就得认。弟妹，你不怪我们就行。你看，杨洋这不也要结婚了吗？这可是我们陈家的大喜事，我们这当大伯大妈的，必须得好好给操办操办。你放心，红包我们肯定包个大的，绝对不让你和弟弟丢面子。他终于说出了真实目的，前面铺垫了那么多，又是道歉，又是自责，最后还是落在了参加婚礼这件事上。我爸终于有了反应，他走到茶几前，把我妈刚倒好的水推到大妈面前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。嫂子，水喝了，水果也留下，人可以回去了，这是逐客令。大妈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她大概没想到，一向老实懦弱的陈卫国会这么不给她面子。卫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有些恼羞成怒。没什么意思。我爸看着他，眼神平静的可怕，就是觉得咱们两家这些年不见，挺好的，以后也别见了。你，大妈气得站了起来，指着我爸，陈卫国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好心好意上门道歉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不就是你儿子现在出息了，买了套房，就瞧不起我们了？你忘了你当年穷得叮当响的时候，是谁接济你的？我没忘。我爸打断他，我也没忘。我儿子他堂哥结婚，他连门都进不去，我更没忘。我老婆那天晚上是怎么哭的？他每说一句，大妈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最后，大妈大概是觉得彻底撕破脸了，她拿起自己的包，恨恨地瞪了我们一眼，撂下一句狠话：行，你们家有骨气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婚礼你们不请我们，在亲戚面前，你们的脸往哪儿搁？说完，他砰的一声摔门而去。屋子里瞬间恢复了安静。我妈看着那扇紧闭的门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卫国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想再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爸走到我妈身边，笨拙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一次就够了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。我一直以为我爸是懦弱的，是隐忍的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他的心里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。他不是不在乎，而是把那份在乎深深地埋在了心底。大妈的到来就像是刨开了那块伤疤，把下面血淋淋的伤口又重新暴露了出来。而我作为儿子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是顺从父亲的意愿，彻底断绝关系，维护我们这个小家的尊严，还是应该像徐静说的那样，为了未来的舒坦，主动去修复这道裂痕？我陷入了更深的挣扎之中。大妈摔门而去后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一直很压抑。我爸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，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。我妈则总是唉声叹气，做饭的时候好几次把盐当成了糖。我知道他们心里都不好受。我爸的决绝是一种长痛之后的自我保护，我妈的叹息
是出于对那份仅存的亲情的惋惜。周六的晚上，徐静来家里吃饭，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家里的低气压。饭后，他拉着我出门散步。小区的夜景很美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，徐静才轻声开口，还在为那件事烦心。我点了点头，把那天大妈上门的事跟他说了。我爸的态度很坚决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理解他，真的，可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个结局。那你自己呢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徐静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，第一次开始剖析自己最真实的想法。我恨过他们，我坦诚地说，6年前，我恨他们的势力，恨他们的冷漠。看到我爸妈难过，我恨不得这辈子都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。可是现在，看到大伯在电话里那么卑微，看到大妈过来道歉，我又觉得他们有点可怜。人老了，大概最怕的就是众叛亲离吧。而且，我顿了顿，继续说，我爸他其实心里也是难过的。他越是表现得强硬，就说明他心里越是在乎。如果我真的不请他们，等于亲手帮他斩断了和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兄弟的联系，这对他来说太残忍了。徐静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打断我。我不想争那口气了，我说出了最后的结论。那口气争赢了，我们家可能会输掉更重要的东西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我爸。徐静笑了，他挽住我的胳膊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。陈阳，你长大了，你爸是个很传统的人，他要的不是道理，是台阶。你得给他一个台阶下。台阶，对，一个让他觉得原谅他们，不是因为我们软弱，而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大度、更重情义的台阶。徐静的话让我茅塞顿开。第二天是周日，我起得很早。我对我妈说，我想吃她做的阳春面了。我妈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很高兴地进了厨房。很快，厨房里就传来了切葱花的嘟嘟声和烧水的咕嘟声。我爸在客厅看报纸，看似专心，但我知道他的耳朵一直听着我们这边的动静。面条很快就煮好了，清澈的汤底，翠绿的葱花，金黄的煎蛋，再淋上一勺猪油，香气扑鼻。我妈给我端来一碗，又给我爸也盛了一碗。我吃了一口，然后故意大声说，妈，你做的阳春面味道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，我爸背着我深更半夜去敲大伯家的门。我爸翻报纸的手停住了，我妈也愣了一下，看向我。我自顾自地继续说，那时候大伯家刚开了5金店，买了辆2手的小面包车。我爸敲开门，大伯二话没说，套上衣服就开车送我们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挂号、交钱，都是大伯跑前跑后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冷，看完病出来，天都快亮了。大伯看我饿了，就在医院门口的小摊上给我们一人买了一碗阳春面。他说，小孩子吃了面，病就好得快。我说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回忆，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，只是在这些年里被那件不愉快的事给掩盖了。那时候大伯还跟我爸开玩笑说，卫国，你看你这身体还没我壮实呢，以后杨洋就是我半个儿子，谁欺负他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说完，抬起头，看到我爸的眼睛红了，他放下了报纸，端起面前那碗面，却没有吃，只是怔怔地看着碗里升腾起的热气，仿佛在看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。我妈也背过身去，偷偷地抹了抹眼睛。爸，我看着他，语气很平静，我知道您心里有委屈，但是为了一个犯过的错，
就忘记他所有的好，值得吗？人都会犯错，大伯当年是做错了，但他也老了，我们不能用他最糊涂时候做的一件事来定义他一辈子。他当年对我的好，我都记着，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，也想给您一个能和自己亲哥哥坐下来喝杯酒的机会。我的婚礼，我希望我所有的亲人都在场，包括大伯、大妈，还有陈磊哥。我一口气说完了所有想说的话。客厅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我爸不会再有任何回应的时候，他端起碗，用筷子挑起一根面条，默默地送进了嘴里。他吃得很慢很慢，我看到一滴浑浊的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，掉进了那碗阳春面里，无声无息。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坚冰开始融化了。我爸默许了，虽然他嘴上什么都没说，但从那天起，他不再提不请那2个字了。我妈脸上的愁云也散了，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。我决定亲自去送这张请柬，我没有提前打电话。周3下午，我跟公司请了半天假，和徐静一起开车去了大伯家住的老小区。车子停在楼下，我抬头看着那栋熟悉的墙皮已经有些剥落的居民楼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小时候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这里，爬上5楼，大喊一声大伯我来了，然后就能吃到大妈做的香喷喷的炸丸子。6年了，我再也没有踏上过这节楼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拉着徐静的手走了上去。敲开门的是大妈王丽华，她看到我们，尤其是看到我身边的徐静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局促，再到一丝掩饰不住的欣喜。杨洋，你们快进来坐。她反应过来，连忙把我们往屋里让，热情的有些手足无措。屋子里的陈设还是老样子，只是比记忆中更旧了些。大伯正戴着老花镜，在看电视里的财经新闻。听到动静，他回头一看，也愣住了。大伯、大妈，我开口叫人，叔叔好，阿姨好。徐静也礼貌地打了招呼，哎，好。大伯连忙站起来，摘下眼镜，在衣服上擦了擦手，快坐，老婆子，快去倒茶。大妈应着声，忙不迭地去了厨房。我和徐静在沙发上坐下，客厅里一时间有些沉默，只有电视里分析师滔滔不一绝的声音，显得格外突兀。大伯把电视关了，屋子里更安静了。杨洋啊，你爸妈他们？大伯搓着手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他们都挺好的。我从包里拿出那张红色的请柬，双手递了过去。大伯，下个月18号我结婚，希望您和大妈还有磊哥能来喝杯喜酒。那张鲜红的请柬在昏暗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眼。大伯陈卫强的视线直直地落在了那张请柬上，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，却没有立刻接过去。当我把那张鲜红的结婚请柬放到大伯陈卫强手里时，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上来的不是惊喜，而是6年光阴沉淀下来的浓得化不开的悔恨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这时候，大妈端着2杯热茶从厨房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也愣在了原地。卫强，他轻声叫了一声。大伯像是被惊醒了一样，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极其郑重地接过了那张请柬。他的指尖触碰到请柬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杨洋，他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带着浓重的鼻音。大伯，
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爸妈。”说着，这个年过60的男人竟然当着我们这些晚辈的面，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。他不是嚎啕大哭，而是一种压抑了许久的无声的哽咽。他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，把头埋得很低，仿佛想把自己藏起来。大妈也跟着抹起了眼泪。她走过来，拍着大伯的背，泣不成声：“都怪我，都怪我当年猪油蒙了心，爱慕虚荣，怕你叔叔他们来了，我娘家那边的人看不起，是我出的馊主意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”原来是这样，6年前的谜团在这一刻终于解开了，不是单纯的嫌贫爱富，而是夹杂着更复杂的成年人所谓的面子和人情世故。他们害怕的是来自另一方亲家的比较和轻视，为了维护那点可怜的虚荣，他们选择伤害了自己最亲的家人，何其愚蠢，又何其可悲！看着眼前2个泣不成声的老人，我心里那点残存的怨气也彻底烟消云散了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去指责他们吗？去质问他们为什么当初那么傻吗？没有意义了。时间已经给了他们最严厉的惩罚。这6年的疏远，这6年的内心煎熬，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徐静站起身，从茶几上抽了几张纸巾，递给大妈，又递给大伯。他轻声说：“叔叔阿姨都过去了，陈阳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”大伯抬起头，用手背胡乱地抹了一把脸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。杨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还认我这个大伯。我摇了摇头，您永远是我大伯。那天我们在大伯家坐了很久，他们问了很多关于我和徐静的事，问了婚礼准备的怎么样，问了我爸妈的身体。那种久违的属于家人的亲近感又慢慢的回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大伯和大妈坚持要送我们到楼下。走到楼道口，大伯突然拉住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硬要塞给我。杨洋，这里面是2万块钱，我知道不多，是你大伯的一点心意，6年前欠你磊哥的，现在补给你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连忙推辞：“大伯，这我不能要，必须拿着。”他的态度异常坚决，甚至带了一丝恳求：“你不拿着，我这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。”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最终还是收下了。我知道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赎罪，也是一种解脱。回家的路上，徐静一直握着我的手。“你做得很对。”他说。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心里一片平静。是啊，我做对了，原谅别人，有时候真的就是放过自己。那张迟到了6年的请柬，不仅是送给了大伯，也是送给了过去的我自己。我的婚礼如期举行，酒店的宴会厅里人声鼎沸，喜气洋洋。我和徐静穿着礼服，站在门口迎接宾客，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。大伯一家人来得很早，大伯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，虽然不太合身，但看得出是精心准备过的。大妈也穿了件红色的唐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堂哥陈磊跟在他们身后，看起来比6年前成熟了不少，也憔悴了不少。他们走到我面前，大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，塞到我手里，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杨洋，新婚快乐，一定要幸福。”谢谢大伯。大妈拉着徐静的手，上下打量着，嘴里不停地夸：“这媳妇真俊，我们杨洋有福气。”陈磊也走上前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杨洋，恭喜！以前哥对不住你。”我笑着捶了他一拳，说什么呢？快进去坐吧。
我爸妈负责在里面招呼亲戚。我看到我爸主动走过去，把大伯一家引到了主桌。2个年过半百的亲兄弟，时隔6年，终于又坐到了同一张饭桌上。他们一开始还有些拘谨，只是默默地坐着。后来不知道谁先开的口，2人竟然低声聊了起来。虽然话不多，但那种冰封已久的气氛确确实实在融化。婚礼仪式上，司仪请双方家长上台致辞。我爸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拿着话筒，紧张的手心都是汗。他只简单的说了几句，感谢各位来宾，祝我们新婚快乐，就匆匆下了台。轮到徐静爸爸致辞后，司仪正准备进行下一个环节，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身影突然走上了台，是大伯。他从司仪手里拿过话筒，全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他身上。我爸妈愣住了，我和徐静也愣住了。大伯清了清嗓子，大概是太紧张，话筒里传来一阵刺耳的杂音。他有些局促地笑了笑，然后目光投向了坐在主桌的我爸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郎陈阳的大伯陈卫强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很清晰。今天是我侄子洋洋大喜的日子，我站在这里，除了要祝福这对新人，还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件我6年前就该做，却一直没有勇气做的事。他顿了顿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对着我爸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卫国，我亲爱的弟弟，哥对不起你。一句话让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我看到我爸的身体猛地一震，他下意识地想要站起来，台上的大伯已经直起了身，眼眶通红。6年前，我儿子陈磊结婚，我因为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和所谓的面子，做了一件混账事。我没有邀请我的亲弟弟一家，我伤了他的心，也伤了我们几十年的兄弟情分。这些年，我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。我后悔，我愧疚，我总想着什么时候能有机会亲口跟我弟弟说一声对不起。可是我没脸。今天是我的好侄子杨洋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是他让我明白血浓于水，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丢的东西。他说着，从旁边拿起2杯酒，走下台，径直地走到了我爸面前。卫国，他把其中1杯酒递给我爸，声音哽咽，这杯酒是哥给你赔罪的，你还认我这个哥，就把它喝了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你就把它泼我脸上。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爸身上。我爸看着眼前的哥哥，看着他花白的头发，看着他布满悔恨的眼睛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说。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，我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爸会拒绝的时候，他缓缓地伸出手，接过了那杯酒，然后他站起身，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大伯的手。哥，我爸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，但无比清晰。都过去了。说完，他仰起头，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。大伯也仰起头，含着眼泪喝光了杯里的酒。2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就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宴会厅里先是短暂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看到我妈在偷偷地抹眼泪，徐静也红了眼眶，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我转过头，看着舞台上那对幸福的新人照片，又看了看台下相拥的兄弟俩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一场婚礼了却了2代人的心结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意义。它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，去计较输赢对错，而是让我们学会了宽容和理解，
学会了如何去珍惜那些比面子、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那杯酒，敬过往，也敬未来。婚礼结束后，生活很快回归了平静。我和徐静去度了蜜月，回来后就开始了我们温馨而忙碌的小日子。我们两家和大伯家的关系，因为那场婚礼发生了微妙而美好的变化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妈会主动给大妈打电话，问她要不要一起去逛超市。大伯也时常会提着一些自己种的青菜，坐1个小时的公交车送到我们家来，跟我爸在阳台上一坐就是1下午。他们聊天的内容无非就是些家长里短，谁家孩子怎么样了，最近菜价又涨了。但那种氛围是我记忆里久违了的。堂哥陈磊和嫂子也来过我们家一次，是来还钱的。陈磊把一个信封递给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杨洋，这是你大伯让你给的那个钱，我们不能要。你结婚，我们当哥嫂的还没表示呢，怎么能再要你的钱？”我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他告诉我，大伯在那次婚礼后像是变了个人，不再唉声叹气，也不再抱怨生意难做，整个人精神了很多。他还把家里那个小五金店重新拾掇了一下，开始学着在网上开店。虽然生意一般，但每天都干劲十足。我爸说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亲情要是没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陈磊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杨洋，谢谢你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，我只是在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，选择了一条更温暖的路。一个周日的下午，阳光很好，我爸约了大伯来家里下棋，我陪着徐静在客厅看电视，不时能听到阳台上传来他们俩的争论声：“你这马走的不对，该跳这儿。”这是我爸的声音：“嘿，观棋不语真君子，你别瞎指挥。”这是大伯不服气的声音。我妈和徐静相视一笑。过了一会儿，阳台上安静了下来。我有些好奇，走过去一看，发现棋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结束了。我爸和大伯并肩站在阳台上，一人手里夹着一根烟，正看着楼下的风景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夕阳的余晖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投在客厅的地板上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6年前的那个夏夜，同样是这个阳台，同样是我父亲的背影。但这一次，他的背影不再孤独，他的身边站着他的亲哥哥，他们之间没有了那条看不见的河，也没有了那道叫做心结的墙。6年前，我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，发誓要为这个家争一口气。6年后，我看着这2个背影，心里却只剩下平静和温暖。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的争气不是要变得多有钱、多有地位，去向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证明什么。真正的争气是拥有一个温暖、和睦的家，是拥有能坦然面对过去、宽容对待他人的胸襟，是拥有让家人因你而感到幸福和骄傲的能力。徐静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，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轻声说：“真好。”是啊，真好。人生就像一盘棋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走错的步，一些难解的局。重要的不是计较一时的得失，而是在终局之前有机会去修正、去弥补。亲情也是如此，它或许会因为误解而产生裂痕，会因为世俗而蒙上灰尘，但只要血脉相连，只要心中还有那份牵挂，就总有冰释前嫌、重归于好的可能。我拿出手机，悄悄地拍下了阳台上那2个并肩的背影。我想，很多年以后，当我再看到这张照片时，我一定会想起这个温暖的下午，
想起那场迟到了6年的和解，它会时刻提醒我，家人之间的理解与包容，才是我们生活中最坚实的基石，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